几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呢都是由自律神经所管理的。我们应该要如何调节自己的自律神经呢？有一些人他们会比较要求完美，他可能交感神经会过度活化，他都有可能要求完美，副交感也会过度活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生活习惯，控制一下这个自律神经的这个部分？像有一些呼吸的调节，还是说他可以做一点稍微一些动作。我们假如说可以去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像帮我们去协调神经的稳定性。今天呢，就来教大家2招，就是从中国古典舞里面呢延伸出来的呼吸，它其实对于自律神经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自律神经或者叫做自主神经，它其实就是不受大脑意识所控制的，但是它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所影响的这个神经系统。那几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呢都是由自律神经所管理的，所以自律神经真的是管很大。但是当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呢，几乎有可能的各种毛病都会发生。那当在这个急性不舒服度过之后，我们应该要如何调节自己的自律神经呢？今天请到的是明月中医诊所的朱一之医师。朱医师您好。 Amber 你好，大家好。这个自律神经啊，刚刚讲到它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影响，那所以它会不会是跟人的个性还有这种抗压能力是有关系的呢？没错哈，我们所谓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就是有在于说我们自己的个性跟我们的外在环境的压力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怎么样个性的人哦，其实他不一定说纯粹某一种个性哦。我们有一些人他们会比较要求完美，他可能交感神经会过度活化，有时候是副交感会过度活化，他都有可能。要求完美，副交感也会过度活化。他有时候也会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多事情要做，他可能要上台去做一件表演或者才演说，那他可能会去构思是怎么样去操作，但是他还没有去真正上台的时候，他会设想非常多的问题，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像这种副交感稍微有时候会互相错乱的一个状况，也会造成他自律神经有点失衡。那有些他比较明确的，像交感神经比较亢奋的人，他也许会比较急躁，然后而且他有可能是一种比较不服输，而且接受挑战，然后他可能会比较想要往前跑冲第一，那他有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积极的这种个性，或者不饶过自己的个性，他也许就会有一点像是自律神经有点失衡的这个交感神经过度旺盛，所以不管是副交感比较强或交感比较强，都是属于自律神经失调，但是表现出来的性格不太一样就对了，会有点不一样，它有可能是一种蛮复杂的一个结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状况。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方法可以控制一下这个自律神经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他假如说是比较偏向于交感神经比较旺盛的这一群急躁的人，他也许他可能要练习像有一些呼吸的调节、缓和运动，还是说他可以做一点稍微拉筋的一些动作，其实可以去舒缓或者转移他的一些目标。那另外假如说他是比较偏向于这种想很多的人他可能就是要把他所想的事情想完要立刻去执行。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那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裤子，那我等一下还要再去哪一边买早餐，然后我还要再走到哪个公车站牌，他其实他会想说他要走哪些路线，他会很预想的把很多事情都先想好，而且很担心某一件事情落掉，那他可能就是可以先说，那我先想下一步就好，尽量把自己拉在这个区间比较当下一点，也许他可能不会那么焦躁不安。对。那医生，你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运动，就是像急躁的人可能做一些拉筋或者是舒缓的运动，是不是因为拉筋跟舒缓的运动，因为他们就是第一个比较缓慢，第二个他就是讲到呼吸的这个运用，所以他就可以让自己比较安静下来呢？他要去转换一下他目前的重心。中医在讲说这个肝属金假如说在肝气比较纠结或郁结，或者说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一种肝火过度旺盛的状况。肝火过度旺盛，对，那肝火过度旺盛，它可能就会卡在我们比较偏向于肝所属的中焦。中医讲的这个中焦，它是属于我们的腹腔的这个位置。它这种交感神经很旺盛的这一个族群呢，常常会发现说它容易浅眠，
多梦，而且容易手脚冰冷。这是因为我们气血循环整个不是很通畅，它都卡在我们的比较偏向腹腔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气中叶把它当作能量这一块方向来做解释的话，这个气有余便是火。所谓气有余便是火，就是有点像对，能量都挤在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全身的能量其实希望它能够输布，循环能够越来越顺畅是越好。但是它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四肢手脚也许就没有循环哦，所以才会说冰冷是这个原因。对，那它假如说卡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的肝里面又藏了我们的魂，这个魂魄的魂，它就会比较容易让我们睡着了以后，这个魂它没办法归于肝。那我们的这个魂的这个代表就是其实比较有点像在做梦。所以它就会多梦，对，它就会有这种状态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借由食指上面连接的这个筋，我们去多做一些伸展或拉筋，或身体多往外做外扩，把那些火发出去，对，让我们的循环借由我们运动的方式，能够把它伸展出来，它可以去疏通。我们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多则疲”所以想太多好像影响到我们的脾的系统。这个脾其实对应在我们身体的一个位置上面，会比较接近我们的肠子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一些肠胃道里面的消化、内分泌跟外分泌系统的一个调节，就比较关乎到等同于这个中医讲的脾的这个范畴。那讲很多做得少的人呢，他也可以去借由按摩我们的腹腔、顺时钟去做一些按揉，但是这些按揉它可以去观察是不是有一些气结，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硬的地方，那可以去帮自己做按摩，把这些气结揉开，可以去放松我们这一个肠胃道的一个状况。肠胃道或肠子叫做腹脑，好像有点像它的一些情绪纠点会反映在这里，把它按开以后，它反而会比较放松。医生，你这边讲到了2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说你们中医怎么看得出来急躁的人，然后他的那个火很大的时候，他会聚集在这个中焦肚子的这个地方？我们中医会有望诊，所以你可能可以先观察一下它的颜色，比如说它也许比较偏有点黄，又带绿，那就会比较像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些状况，或者说我们看它的舌头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一些舌苔的分布啦，还是舌苔的颜色，它假如舌苔有时候会比较偏黄，那除了说有些食物容易让舌苔颜色改变之外，也许它真的火气稍微旺一点。另外再配合说把脉，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它的一些比较偏脾胃啦，或者肝脏的这一个部分的脉象也会比较紧缩。脉象，肚子的脉象紧缩，不见得说表现纯粹在肚子。中医说的这个肝它属木，脾胃属土，所以这个木跟土两个人，他们其实是一个互相协调的一个模式。树木呢，它的根会紧紧的扎在土壤里面，那它土壤里面扎下去以后，它是为了要去汲取养分。那我们对于土来讲，它被抓得紧紧的，它就不容易像土石流或崩塌，所以它是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合作的平衡的一个脉象。但是现在假如说我们的肝气过旺，假如这个当下他又刚好没有吃饭，或没吃东西，或胃口不好，或这阵子容易拉肚子还是胀气，也就是脾胃状况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这个木又多去抽取这个养分，根本抽不起来，这个土反而会变得很衰弱。因为我们在诊间里面，其实很多是因为业务啦，还是工作上面的事情，还有包括家庭，然后火气又旺，你又没有吃或忙，其实常常会有看到这一种不平衡的状况。然后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脾跟肝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自律神经上面的调节，除了刚刚讲到的个性啊、运动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可以做一些调节以外呢，那其实就是自律神经跟肠道之间好像也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木跟这个土的这个关系。所以是不是说我们在调节自律神经上面，也可以从
肠道或者是说饮食上面着手呢？我们假如说可以去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像 B 群，因为 B 群它里面会去帮助我们3大营养素的能量代谢，它要去制造这一些血中的这些酵素，它所很需要的辅酶或元素，所以它就会可能需要说这个 B 群来帮我们去协调神经的稳定性，然后另外还有维生素 C，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副正肾上腺素，它的一些作用。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一些钙跟镁。我们的钙跟协调我们的肌肉的一些运作或能量的代谢会有一些关联。那镁的话也能够去稳定我们的这一些神经的一些状况。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维生素以外，那具体的食物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吃呢？会把它分成比较偏2类，这也是比较容易易怒的，然后比较急躁的。其实我们说这种肝气它比较旺盛，我们中医说肝藏血。对。那你常常在肝气那边做一些不平衡的动作，这些血气也会稍微会去受到影响。那肝的好朋友是肾，那肾跟心脏会共同来做协作，是身体的2个能量的核心。所以我们这个心肝肾常常会一起来做一些探讨。肝气在循环的时候不是那么顺畅，我们就要去调理它的血气。所以在这些理气血上面，我们可能会帮他做一些补血，包括像是比较常见的桂圆啦，还是红枣啦，其实红曲也还不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去养肾的话，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像是黑豆啊、黑芝麻啦、黑木耳啊，然后比较偏黑色会入肾的食物，都比较会有去滋养肾阴的一个效果。有些是女孩子，那她火气又旺，有时候小便又变比较黄，那她也许又经期来，她可以喝一点像红豆，它可以从我们的小便把血中的热气带走，反而让我们的血气比较回归平衡。那另外一组人，他就是有时候比较拖拖拉拉，或者不敢面对，这种副交感神经稍微亢奋的有点过分的这一群人的话，其实他要注意的是，他不要抛弃所谓的这一些米饭或五谷杂粮。我们说胃纳五谷，养这个5脏的气血，所以这个五谷杂粮类呢，对于说它在养脾胃是很直接的。身体最基础的能量其实就是葡萄糖，就是血中的葡萄糖，就是血糖，从淀粉来的。对，偶尔吃一点 GI 偏高一点点的无所谓。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的介绍，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人累积过多的这个气火的时候，竟然会在人体的中焦这个地方，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听到最有意思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医师的介绍，谢谢您。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做一些这个舒缓自律神经的运动。今天呢，就来教大家2招，就是从中国古典舞里面呢延伸出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提成呼吸，因为我觉得呼吸它其实对于自律神经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经络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腰，然后也会从我们的这个属膝部的这个地方呢经过，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个画圆的动作呢，来舒缓就是这个自律神经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提成呼吸的话呢，提就是吸气，成就是吐气。那我们就是坐姿，然后后背呢重心稍稍往前一点点，然后把你的脖子拉长，肩呢不要端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感觉好像有人从你肚子上面打一拳的那种感觉。我们从肚子的地方呢开始沉，然后把那口气慢慢的吐出来。然后在吐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胸跟你的头是因为你那口气被吐出来了以后，所以他们开始往下沉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在吸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当这口气吸进去了以后呢，它的起来是从人体的这个中段的这个地方先起来，就是你的腰、你的腹部呢先挺起来了以后呢，接着把你的胸带起来，最后才把你的头带起来。通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8拍的这个速度来慢慢的练自己的这个自律神经。例如像是1、2、3、4、5、6、7、8，吸2、3、4、5、
6、7、8，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腰画圈呢，到底是怎么做呢？我们也是一样，坐姿的情况之下呢，然后把身体就是挺直。那接下来呢，把你的身体跟手就是往前伸，你能够伸多远就把它伸多远。那接下来呢，你就是顺着这个地板，透过画圆的方式，然后到旁边的时候呢，它会拉到你的侧边的这个腰的这个筋，然后再继续往上走，走到上面来了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肚子的地方的是有被伸拉的感觉，因为肚子这边呢也是跟这个自律神经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之后回到这里的时候呢，碰地了以后，你也会觉得你的右边的旁腰它也被拉到了，然后能够伸多远就伸多远。然后最后呢，再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起始点的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我们配合呼吸的话呢，就是往前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吐气，然后往上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做吸气的动作。那我们来试试看，一个8拍把它做完。好，我们先吸一口气，然后接下来身体往前伸，然后开始吐气。然后拉到旁腰的地方的时候，会觉得你的右边是非常的被拉到的，然后再往上的时候吸气，然后下来左边的旁腰，然后再慢慢吐气。以上我们提供这2种方法分享给大家，就平常的时候呢，可以用来调整我们的自律神经。那如果你也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方法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